把橙子皮放锅中炒一炒，香点开胃不说，作用还真不少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大烦恼，男女老少都适用。方法既省钱又实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橙子是秋冬季节最常见的一种水果，鲜嫩多汁，酸甜爽口，营养价值也很丰富。不管是饭前还是饭后，吃上一点橙子，开胃又解腻，深受大众的喜爱。现在我们先来将这美味的橙子清洗一下。其实橙子全身都是宝，橙子不光是果肉好吃，橙子皮呢也有很大的食用价值。但是很多人在吃完橙子以后，剩下的橙子皮就会顺手丢掉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我们不妨吃之前先用食盐来搓洗一下橙子皮，将其清洗干净。毕竟橙子长在树上，整日风吹日晒，果皮表面非常脏，在运输储存的时候，为了让它们保证新鲜，表面呢都会经过一层保鲜的打蜡处理。给水果打蜡保鲜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保鲜防腐手段。打了食用蜡对健康并无大碍，但如果不清洗干净的话，脏东西就会通过我们的手感染到果实里面，这样吃了也是不好的。清洗干净后，再用清水漂洗2遍即可。像这样洗出来的橙子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剥皮了。其实剥橙子有诀窍，只需要一把勺子就能轻松解决。先将橙子的头尾呢切上一刀，橙子切的时候呢不要太深，只要能够看见果肉就可以了。橙子头部切掉之后呢，我们再准备一把勺子，戳进橙子的果肉和果皮之间刮一刮，此时我们就能够看到果皮就能轻松分离了，又快又不脏手。两面呢都是同样的操作方法。然后呢，从中间划上一刀，就可以取出橙子肉啦。大多数人剥橙子皮都是用指甲一掐，用蛮力猛撕，难免就会戳破了果肉，果汁爆浆，维 C 水流了一地，既难看又浪费。用这种方法，每要30秒钟的时间，整个橙子就剥完了，而且剥出来的橙子非常的完整，橙子皮呢也没有一点点破损的地方，很实用哦。接下来我们把收集来的橙子皮切成小块，再切成细丝。橙子皮呢可不仅仅是保护橙子肉这么简单的功效，橙子皮神奇的功效让你震惊。橙皮大家都知道吧，一两橙皮一两斤，100年橙皮胜黄金。橙皮的功效呢更是非常丰富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橙子皮中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类黄酮等抗氧化物质，它还含有橙皮苷、挥发油等成分。此外，橙子皮中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，总之营养丰富，效果好。切好的橙皮丁我们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少许的生姜，同样呢，先利用食盐将其清洗干净。清洗生姜时，我们要保留姜皮。生姜皮和生姜肉在功效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，二者具有一定的互补性。对于难以去除的污渍，可以用小刀轻轻刮除，但是注意力度，避免刮掉过多的姜皮。搓洗和刮除完毕后，再换水冲洗几遍，确保生姜表面干净无残留。然后我们来将其切成小丁状，先切片、切丝，再切丁。生姜切得越细小，这样它里面的营养物质呢更容易被泡出来。生姜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营养和药用价值。生姜富含姜辣素、姜醇、姜烯等多种活性成分，其营养方面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6、钾、镁等营养物质，营养丰富，搭配橙子皮好处多多。切好的生姜丁和橙子皮装一起备用。跟着我们准备几块黄冰糖。黄冰糖呢是一种未经严格脱色处理的冰糖，相比较白冰糖，保留了较多的矿物质等营养成分。在秋冬季节使用黄冰糖，却有以下好处：
一、润肺止咳；二、补中益气；三、滋养身体。那接下来锅中烧水，我们把黄冰糖放进来，先把黄冰糖熬至融化，期间多用铲子拨动，有助于黄冰糖更快的融化开。然后我们将刚刚准备好的陈皮丁和生姜放进来，搅拌搅拌，大火煮开。然后呢，转中小火煮15分钟左右，使橙子皮和生姜的营养释放出来。橙子皮富含丰富的挥发精油，在高温的作用下就得到了释放，这样其口感呢就不会发涩了。加上酒煮，使其有效的吸收糖浆，这样后期我们吃起来也就不会有苦涩的味道了。锅中水分煮得快干时，我们就一边用铲子翻炒，防止把橙子皮呢给煮糊了。中大火不停的翻炒，让锅里面的水汽呢被充分炒干。最后炒成这样的，使锅内汁水变浓稠，就可以关火取出自然晾凉了。冷却后再找来一个密封罐，我们用的罐子呢最好是无水无油的，这样橙子皮呢才可以保存得更久。跟着就可以将其放入罐子里边了。我们把生姜、陈皮酿呢放在密封罐里头，再把盖子盖上，之后呢放进冰箱里面保存就可以了。这样密封储存2-3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每天闲来时喝上一杯，口感清新，营养丰富，让人唇齿留香。喝的时候，我们就用勺子盛出1-2勺，用来兑开水喝。不过大家千万不要用温水来泡，因为温水激发不了它的营养成分。哇，现在这香气闻着真的是特别的清香，可以早上做早茶喝，也可以饭后喝，每天一杯对身体好，精神也会变得好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就会发现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现在很多上班的朋友们在上午的时候总是容易打瞌睡，这时候呢泡上一勺橙子皮冰糖水喝，还可以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呢。当然它使用的地方不局限于此，生姜陈皮酿呢不管是用来泡水、做饼干还是做面包都是可以的，开胃又健脾，特别好吃。生姜的驱寒作用与橙子皮的温性相结合，能更好的抵御寒冷，尤其在寒冷的冬季，有助于温暖身体。所以以后水果皮别再随意扔掉了，赶紧吃起来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